四，如何识别同外语从句呢？先不讲那些嘛，同外语从句不是在名词后吗？刘老师，是呀，说的对呀，同外语从句是解释名词的，肯定在名词后呀。那我能不能说只要名词后面有个从句就是同外语？肯定不能说，刘老师，定语从句也在名词后呢。定语从句我还没讲呀。对，我讲完定语从句，我给你区别如何区别定语从句和同外语从句，我会讲的呀。那现在怎么记笔记？就这样记笔记。只要名词后面见到有引导词出现，只要见到名词后有引导词出现，就是只要名词后面有引导词出现，就暂定为同外语从句。切记一定是暂定为同外语从句。再重说，只要名词后有从句出现，有引导词出现，名词后有引导词，就暂定为同外语从句。小括号，更可能的是定语从句哟。小括号，更可能的是定语从句哟。再直白一点，只要名词后面有引导词，应该95%都是定语从句，50%同外语从句就不错了。那怎么区别？你看又记了吧？所以咱们现在举的例子，只要名词后面有个引导词，咱们都认为它是同外语从句，好不好？讲到定语从句，咱们再说这个事儿。听懂了，听懂了。来，先来一个，刘老师。还是找谁？还是找主句的谓语动词，找连词，然后再找名词后面有没有引导词。如果有，就说它是同外语从句，不要说是定语从句，因为定语从句还没讲，是个意思，刘老师对不对？对得很。来，先找动词，找主句的谓语动词呀。Be interested in the relationship of Wolf 的快点 J 嘛在哪呢 ？Developed。主句的谓语动词呀，主语是沃尔夫，宾语是 the idea 呀。主谓宾结构，这一坨东西不讲你也能猜到了吗？可以猜到了，朋友们。主语前面只要有一坨东西，一定是状语。你听不懂状语没关系，先鹦鹉学舌就说它的状语。好，主语是沃尔夫，谓语是 developed， 宾语是 idea， 前面是个非谓语做状语。idea 后面哟，名词后面有个 that， 同外语从句，对，它就是同外语从句。为什么不是定语从句？不问了啊。That 这是个同外语从句，别问，让我看一下同外语从句怎么那么长。That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这不是那个同外语从句的谓语吗？刘老师是。那同外语从句的主语不就是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吗？谓语就是 determines， 宾语就是 the structure of the habitual thought in society。所以同外语从句又是个主谓宾结构。好，咱们一起把这句话说一遍，1、2、3，每人必须张嘴啊！这句话从总体上来看是一个主谓宾结构，主语前面跟了一坨非谓语动词做状语 ，idea 后面跟了一个同外语从句，同外语从句本身又是主谓宾结构，谓语是 determines， 前面是主语，后面是宾语，可以了吗？好，可以了，来开始翻译这句话，1、2、3，对什么感兴趣？我看一下 ，be interested in， 对关系感兴趣。可不要翻成巡洋舰哦。对关系感兴趣，谁的关系？语言和 thought 思维连到一块儿，张嘴。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感兴趣。沃尔夫不要翻译成发展，这个单词一定不翻译成发展。沃尔夫发展了一种观点呀。沃尔夫想到了一种想法，沃尔夫有了一种想法，沃尔夫提出了一种想法。熟词生义从来不是背的，在语境里边推的。我又说了一遍，沃尔夫提出了一种想法，这种想法是什么呢？这种想法是语言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语言的结构决定了结构，谁的结构？习惯性的思维结构。同学们，咱们中国人好像不说思维结构吧？咱们中国人说思维方式吧？所以这个结构翻译成方式吧，对，决定了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谁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呢？一个社会中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是吗 ？In a society 这个定语在修饰 habitual thought，habitual thought 在修饰 structure。
好，咱们一起把这句话翻译完就是哈。来，1、2、3。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感兴趣，沃尔夫提出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是语言的结构决定了一个社会中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一个社会中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这些句子都很抽象，理解不了意思没关系，你只要翻译的很通顺就可以了，好吧？好，我们来继续来进行，同学们，这道题是，这道题比较简单。来，先找主句的谓语动词是谁 ？A century ago， 这个人不能读一读出来，谁？弗洛伊德，是不是？很多同学翻译成弗路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还记得哈？来，主句的谓语动词谁 ？Formulated。那主语是谁 ？Floyd。宾语是谁 ？His revolutionary theory。theory 理论显然是个名词，所以后面跟的 that 是同外语从句。咱们就不提定语从句的事儿，是个同外语从句呀。所以这句话是一个1、2、3主谓宾结构。那这个同外语从句有什么结构呢？同外语从句的谓语是 were， 主语是 dreams， 表语是 the discussed shadows。所以同外语从句又是一个主系表结构，句末跟了一个明显是什么语？大声说 ，shadow 是个名词，后面跟了一个 of， 你说什么语？答定语呀。好，重新说一下这句话的结构，1、2、3。这句话从总体上来看是一个主谓宾结构，宾语是个名词，后面跟了一个同外语从句，同外语从句又是主系表结构。好，来开始吧。1个世纪以前，弗洛伊德 formulate， 同学们这个单词你可能不认识，字面意思翻译成，同学们这个单词你认识吧？它的名词你认识 formula， 公式是不是？公式是不是同学们？我告诉你怎么记，同学们 ，form 是形式 ，formula 形式上的是不是公式？我不是很懂，瞎编的啊。a 加 b 平方就等于 a 平方加 2ab 加 b 平方，是不是呢 ？formula 公式是不是很形式上的东西？对不对？公式，但这个单词和公式有关系吗？咱们用公式来说明一件事是怎么说明？所以 formulate 叫阐述说明。对，用公式它公式化阐述说明。如果你不认识，也不影响这个单词的意思。你看，弗洛伊德能什么他革命性的理论呢 ？revolutionary 革命性的理论。弗洛伊德能什么他革命性的理论呢？提出了他革命性的理论。弗洛伊德阐述了他革命性的理论。弗洛伊德解释了他革命性的理论，对不对？对，你不是也得分了吗？对吧？这个单词翻译成阐述说明。好，走了。1个世纪以前，弗洛伊德阐述了他革命性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什么？梦是 disguise 的认识吗 ？disguise 的这个单词，所以这个单词我们词汇班也讲过，弟弟四鬼子。你看，弟弟是鬼子，弟弟四鬼子，弟弟像个鬼子一样，说明弟弟不是鬼子呀，假扮伪装，对吗，同学们？梦是伪装的 shadow， 影子 shadow 影子。梦是什么伪装的影子呢？好，定语上，我们无意识的 conscious 有意识的 unconscious 我们无意识的欲望和恐惧的伪装的影子。再来一遍，梦是我们无意识的欲望和恐惧的伪装的影子，好难听啊！同学们，那你告诉我，梦是我们无意识的欲望和恐惧的一种什么？不要翻译成伪装的影子，是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经常会梦到一些，哎呀，好离奇的一些事情啊，那你脑子里面想过的一些事情，不要翻成伪装的影子。梦是我们无意识的欲望和恐惧的一种什么反应？反应是不是更好听？所以 this got shadow 的我们就翻成反应更好听。我跟你说过，追过一个女生，追过一个女生好搞笑，追过一个男生，说过吧，追过7年没追上，后来，对我你还真没事经常梦见他，但是现在不梦见了，过去几十年了，以前真的经常梦见他，是不是无意识的欲望和恐惧的一种反应？1、2、3连到一起就是1个世纪以前，弗洛伊德解释他革命性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梦是我们无意识的欲望和恐惧的反应。好，继续来。又有一句，同学们赶紧告诉我谓语是谁，快点儿，谓语是谁？我 raised， 就是呀，被动啊，
be raised 呀，出现了。主语是 concerns， 那这是宾语从句啊，刘老师。你这怎么讲？同位语从句举个宾语从句啊？你听我说明白，你看字面的翻译成担心出现了。同学们，你翻半天它不缺宾语这句话，你听，担心出现了，刘小燕出现了，我二就出现了，我二就出现了刘小燕，刘小燕出现了一条狗。所以 raise 是个不及物动词，它不缺宾语，同学们。那这是什么从句啊？好，咱先别问，咱先确定这句话是个主谓没问题吧？主语谓语没问题，好不好？咱们先不管这个从句是什么从句，咱们先把这个从句的结构给大家看一下。Witnesses might be encouraged to exaggerate their stories. Witness 这个单词认识吗？这个单词当动词讲翻成目睹、目击；当名词讲翻成证人。对，证人、目击者呀。好，谓语是 might be encouraged， 还是个被动哦，对不对，同学们？谓语是 might be encouraged 是个被动哦，主语是 witnesses， 宾语是 to exaggerate their stories。没问题吧 ？In court 在法庭上，刚刚见过法庭 court， 在法庭上是个地点状语。To ensure guilty verdicts， 为了确保 ensure 保证确保，为了确保 guilty 认识吗？有罪的、内疚的，这个单词咱们词汇班也讲过，同学们，有罪的、内疚的 verdict 叫做判决。为了确保有罪的判决，显然是个目的状语。你听不懂没关系，就这一坨是状语，状语我也听不懂，那你就别听懂了，你就记住这句话这个主谓宾结构，主语是 witnesses， 谓语是 might be encouraged， 宾语是 to exaggerate their stories， 后面是什么语不知道也可以。好，1、2、3，重新来说，这句话从总体上来看是个主谓结构，这有一个从句，我不知道是什么从句，但这个从句是主谓宾结构，主语、谓语、宾语，句末跟着两个小状语。什么从句咱先不知道，咱们先把句子翻译完，你就知道什么从句了。他说，担心出现了，什么的，差点说出来，担心出现了什么东西呢？他说，证人可能会被鼓励夸大他们的故事 ，exaggerate 夸张夸大。证人可能会被鼓励来夸大他们的故事，在法庭上夸大他们的故事，以确保有罪的判决。好，连到一起就是1、2、3，证人在法庭上可能会夸大他们的故事，以保证有罪的判决。那这是什么从句呢？担心出现了。证人可能会在法庭上被鼓励夸大他们的故事，以保证一个有罪的判决。担心，这不就是那个担心吗？就是担心，不就是证人可能会被在法庭上夸大他们的故事，来保证一个有罪的判决？对了，所以这就是同位语从句放到句末的情况。咱们前面讲过吧，写作马凡句型，同位语从句。同位语从句一般都要紧跟在那个名词的后面，但是偶尔会见到同位语从句放到句末去了。好，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所以这句话正常说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来，一起说 ：concerns that 当把还开那么黑 verdicts were raised， 是吗，同学们？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担心出现了？好，什么担心？来，1、2、3，证人在法庭上可能会被鼓励夸大他们的故事，以保证有罪的判决，这种担心出现了。好，同位语从句，为什么确定同位语从句？因为它不是宾语从句，因为不缺宾语啊。这句话，那从那还可能是什么从句呢？只可能跟在 concerns 的后面了。concerns 是个名词，后面有个引导词，只可能是同位语从句啊。定语从句又没讲。好，继续来。For years, executives and headhunters have adhered to the rule that， 先别说这是什么从句，同学们，咱们先确定这句话的主句的谓语动词是谁。Have adhered to adhere to 坚持。好，谓语是 have adhered to， 主语是 executives and headhunters， 宾语是 the role。所以这句话从总体上来看是个主谓宾结构，主语是由两个名词构成的，谓语是 have adhered to， 宾语是 the role。the role 是个名词，名词后面跟那个从句，现在来看一定是个同位语从句。坚持一种规则，什么规则呢？好，这是同位语从句。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同位语从句是什么成分吧。That the most attractive CEO candidates
are。好，一旦确定同外语从句的谓语是 are， 这就是个主系表结构了。主语是读 the most attractive CEO candidates， 谓语是 are， 表语是 the ones。所以同外语从句是个主系表结构，表语后面又跟那个 who 引导的定语从句再修饰 the ones， 对吗？好，1、2、3，大声说。这句话从总体上来看是一个说主谓宾结构，宾语后面跟了一个主系表做它的同外语从句。好，那开始吧。很多年来 ，executive 认识吗？执行长官、执行人员，是吧？执行长官、执行人员和猎头 ，head 头 ，hunter 打猎的人，猎头就是挖人才的人，知道吗？我以前总是想，猎头公司为什么没挖我？head hunters， 因为你没有那么优秀，是吧？来吧，很多年来，高级执行长官们、执行人员和猎头人员一直遵守着一种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最具有吸引力的 CEO 的候选人 ，candidate 叫候选人。如果现在我讲的这些你都不认识呢，啥也别说，停止这门课，立即回去听我讲单词，好不好？立即回去听我讲单词，别自己背了，你记不住，同学们。candidate 的候选人讲的多好呀！当时讲的是 can 能够 ，did 是做的 ，ate 想成吃。能做的事情只有吃了 ，candidate 能做的事情只有吃了。是不是要竞选一个小班干部，还请人家吃顿饭 ？candidate 候选人，是不是嘛？最具有吸引力的 CEO 的候选人一定是这些人，哪些人 ？Who must be poached？ 一定要去挖的那些人 ，poach 是挖，就挖走人才那个挖 ，poach， 是吗，同学们 ？poach， 好，来1、2、3。连到一块就是好不好？走了啊！很多年来，公司的执行长官和猎头人员一直在坚持一种准则，这个准则就是最具有吸引力的 CEO 的候选人一定是被挖来的，就是 CEO 的候选人，你必须得去从其他公司挖过来，就是人才是挖过来的，不是招聘来的。好，讲完了这句话，给自己把结构讲一遍，再重新来一遍，好不好？第5题。Even though there is plenty of evidence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teachers is the most important variable， 不用读，这都是从句。Even though 嘛，就等于 although， 这是个整个从句啊。主句在后面的，对，没有引导就是主句啊。Teachers' unions have fought against， 谓语是 have fought against， 主语是 teachers' unions， 教师联盟。教师委员会，对吧？学生会叫 students union，teachers union 是教师工会、教师联合会。谓语是 have fought against， 宾语是有按的并列的2个非谓语做宾语 ，getting rid of bad ones and promoting good ones。所以这句话从总体上来看是一个主谓宾结构，宾语是有2个非谓语来做宾语。那这个从句是什么结构？这个从句是什么结构 ？Even though， 对了，这才是我们要讲的。Even though there is plenty of evidence that， 这是个非常明显的 there 被句型，同学们。Even though there is plenty of evidence that， 证据，什么的证据呢？好，从 that 开始到 variable， 显然是一个同外语从句，因为 evidence 是个名词，名词后面的从句是个同外语从句呀。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同外语从句，这句话就很简单了，就是 Even though there is plenty of evidence， 逗号 Teachers union have fought against A and B。哦，那看看这个同外语从句是什么，刘老师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teachers is the most important variable。所以这个同外语从句，因为外语是 is， 所以是个主系表结构。主语是 the quality of the teachers， 谓语是 is， 表语是 the most important variables。好，讲完了，现在咱们一起来一遍，好不好？这句话从总体上来看是一个主谓宾结构，句首跟了一个 even though 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啊，不说这事了。even though 这是个让步，是个从句，是个从句。这个从句又是个 there 被句型 ，there is plenty of evidence，evidence 后面跟了一个主系表的同外语从句。好，把我说的话回放一遍。
听一遍，你自己说一遍。那咱们开始翻译吧。虽然有着大量的证据，什么证据呢？虽然有着大量的证据，什么证据呢 ？The quality of the teachers， 教师的质量是最重要的 variable。你可能不认识这个单词，你不认识吗 ？Vary 变化不同，所以这个单词是它的名词，变量。它不是个形容词，它是个名词。你猜我怎么知道的？ is the most important，the most important 最重要的什么？它一定是个名词，变量。好，来1、2、3。虽然有很多证据表明，老师的质量是最重要的变量，但是，所以你只要听到虽然后面一定要加个但是，但是教师委员会一直在反对 ，fought 战斗。反对什么而战斗？反对，但是教师委员会一直在反对，除掉那些坏的 ones， 老师吧。但是教师委员会一直在反对，除掉那些糟糕的老师，并且拥护一些好的老师，是吧？就是老师再糟糕，也不把他开除掉呀，把他留到教师队伍里边来呀。我跟你说，来1、2、3，从头到尾来一遍啊。虽然有很多的证据表明，老师的质量是最重要的变量，但是教师委员会一直在反对，除掉那些糟糕的老师，并且拥护一些好老师。所以老师一般还是个铁饭碗的，是吧？讲的好不好，只要在这个教师队伍里面很难被干掉。我跟你说，好，讲完了，咱们下面再讲2句话都不讲了，好不好？讲到第6句，然后再讲到第7。哇塞，这是一句话，是一句，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嘛，肯定有难的有简单的嘛，这生什么气呢，朋友们，对不对嘛？来1、2、3，慢慢来，慢慢来。Unhappy two parents， 应该先找主句的谓语动词，刘老师上来又别读了。对，你只要一说，你就别说了。Are provoked， 主句的谓语动词，那主语是 unhappy children，unhappy parents。Are provoked 宾语是 to wonder， 思考 if they shouldn't have had case。but， 所以这不是一句话，这是有 but 并列的2句话。第一句话是主谓宾结构，主语是 unhappy parents， 谓语是 are provoked， 宾语是 to wonder if they shouldn't have had case。此处的 if 一定不翻成如果，翻成是否。你猜我怎么知道的 ？wonder 是思考，是否思考是否他们不应该有孩子。对不对？你反正如果不好听啊，反正是否呀，所以这是个宾语从句。宾语从句。好，1、2、3，第2句话是个什么结构？刘老师别急，第2句话特别长，朋友们。But unhappy childish folks are bothered。最起码我能确定第2句话的谓语是 are bothered， 主语是 unhappy childish folks， 谓语是 are bothered。这什么语啊？谓语后面跟 with the message that，with the message。哎呀，你看这个状语和定语一直都出现，这是个状语嘛？虽然你听不懂也没关系，反正它不是宾语，因为介词短语不能做宾语嘛，不是？什么语不知道 ？About with the message that message 是个名词，后面跟个 that 同位语从句来了，同位语从句来了，大兄弟。Children are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这是个同位语从句在解释 message。这个我的笔引出是个冒号，看见没有？冒号。冒号后面说明又是个完整的句子，你先别看的。对，冒号后面这句话是对冒号前面那句话的解释说明的，所以到此为止这2句话已经结束了。咱们一会儿再说冒号后面，因为冒号后面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哈。but 再并列2个句子，第一个句子是主谓宾结构，宾语里边还有一个从句呢 ，if 引导的宾语从句。第2个句子是主谓结构 ，with the message 是个伴随状语。状语的最后一个词叫 message， 所以 message 后面有个那个同位语从句。受到这种信息打扰，被打扰，用这些信息来打扰他们，哪种信息呢？孩子们还把得了没得？这是同位语从句。同位语从句就是个主系表结构。Children are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 主系表结构。刘老师，我看看冒号后面是什么东西。好，咱们再说一遍。刚才前面的结构你刚才说的不够好，朋友们，所以你要跟着我再说一遍。1、2、3，这2句话是有 but 并的2句话。第一句话是主谓宾结构，第2句话是主谓结构。
主谓结构后面跟了一个 with the message 的伴随状语，状语里边又有一个 that 引导的同外语从句。好，后面这句话是 obviously their misery must be， must be 肯定是这句话的谓语。那这句话是个主系表结构了，刘老师，因为是 must be 要谓语，主语是 their misery， 他们的痛苦，谓语是 must be， 表语是 a direct result。后面跟的是 of the gaping baby size holes in their lives， 是个定语在修饰 result。名词后面跟个 of 肯定是定语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定语都很简单了 ，obviously their misery must be a direct result 就可以了。后面非得跟了一坨定语了，我咋跟你说跟了一坨定语？好，句子结构理解了，你看到已经不是一坨单词了，对吗？好，来第一句，先翻译8的前面这一句。不快乐的父母，悲伤的父母很少被 provoke， 什么意思？朋友们，打扰，很少去启发、引发、打扰都可以。不开心的父母很少去打扰，被打扰，去思考。好，不开心的父母很少被打扰去思考，思考什么？是否他们不应该有孩子？就父母很不开心，比如我就是个父母，我每天不开心，就没有人来引导我说，小样，你每天不开心是不是因为你不应该有孩子？如果有孩子，如果没有孩子你就开心了。你看，从来没有被人去引导过，对不对？不开心的父母很少被去引导思考，他们是不是不应该有孩子？但是不开心的没有孩子的人 ，folks 就等于 the public 普通人。但是不开心的没有孩子的人，经常受到打扰 ，with the message 经常受到这个信息打扰。就是不开心又没有孩子的人，经常受到这种信息打扰。这种信息就是，孩子是 single 唯一的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是孩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最重要的东西。好，第一个2句话翻译完就是1、2、3开始。但是不开心的没有孩子的人经常受到这些信息打扰，这个信息是孩子们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最重要的事情。就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开心吗？因为你没生孩子，是不是这样说？你怎么知道人家不开心？就这么就这句话就这个意思呀，不是我说的，你看读嘛，显而易见 ，their misery 他们的痛苦 ，misery 痛苦，这个单词我在词汇班这样讲的，妹妹死了，你看妹死，妹死，妹妹死了。妹死啊，妹妹死了，是不是很痛苦？对，显而易见，他们的痛苦一定是一个直接的结果。他们的痛苦是什么的结果 ？Of the gaping baby size holes。Gap 认识吗？是美国一个休闲品牌的一个 T 恤衫呀、衣服，大人小孩的叫 Gap， 穿过这个衣服吧？缝隙。他说是什么直接结果？它是一个有缝隙的婴儿尺寸的动物。他们的痛苦显而易见，他们的痛苦一定是生活中没有孩子这个洞的直接结果，就你生活中差了一个孩子，是不是他们？他们的痛苦一定是他们的生活中缺了一个孩子的直接结果。好，连到一起翻译，张开嘴，同学们，我们先不翻译，同学们这句话大概意思你听懂了吗？就是很多父母，比如说我今天不开心，我有2个孩子，但是人家不会说小燕你肯定生了孩子才不快乐。但你要是不生孩子呀，周围的人对你指指点点的说你为什么不快乐，就是因为你不生孩子，孩子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儿。你要有了孩子，你就快乐啦。是这样说的吧？是吗，同学们？好，来1、2、3。我觉得网上的很多言论真的很吓人。你看咱们中央电视台哪个主持人没有生孩子？康辉是吗？然后这些人都开始骂他，说他养了一条狗，养了一只猫，连狗和猫都能养，为什么不能养个孩子？一点善良都没有，一点担当都没有。他一定不幸福，他必须生孩子。如果人家康辉如果觉得生活中生完孩子是最幸福的，他为什么不生呢？他非得让自己不幸福吗？所以他觉得不生孩子，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幸福了。我说的对吗，同学们？你成天指点别人的幸福，指点别人的不幸福，指点别人快乐，指点别人不快乐。你自己的生活的一地鸡毛，是不是对吗？指点人家干嘛呀？你咋知道别人不幸福呀？你怎么知道别人不快乐呀？我说的对吗，同学们？
我今天一定要说一句话，不要轻易同情你周围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别人不需要你同情，并且你也不配同情别人，你知道吗？我上次在武汉上课，一个男生是应该是小儿麻痹症，不是严重，是非常严重。他坐在那，我们能看到他的小儿麻痹症严重到什么程度。本来我进去上课，门口有个轮椅，哎，我在想，可能谁的打球的时候腿给摔伤了吧？我进来第一排有个男生，他的小儿麻痹症已经严重到他的上课他的表情都是扭曲的，就手这样，就是一看，我下课想去跟他说句话，我没有去，我觉得我可能不能同情他。后来我就讲到了基督山伯爵，就怎么讲到了基督山伯爵？我说同学们，你看过基督山伯爵吗？没有一个人说话，就他说，老师我看过，并且说的就是嘴很不流畅的说，他说我看过。我说很好哟，然后我说这本书你读到了什么？然后他说他读完基督山伯爵还读了什么书？因为他说的不是很清晰，我一直没听懂他说读了哪本书。然后他告诉我基督山伯爵其实那本书比基督山伯爵还会好看。然后他告诉我他还读了，后来我在他面前，我突然间觉得我才是值得同情的那个人。我那么多书都没读过，人家什么不懂啊？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朋友们？我们不配同情任何一个人。你觉得别人很可怜，别人觉得你很可怜，头脑空空，啥也不会。我们家小区门口有一个卖肉的，卖卤肉的。我经常下午、中午和晚上会去他那买点肉。后来他们家开始卖油条，就卖包子和油条，就一个非常小的屋子。有时候晚上路过他那去买菜的时候，他女儿就在那个都是油的那个面板上在写作业。我每次都觉得他们家好穷啊！哎呀，孩子在这个地方写作业能写好吗？我都觉得特别同情他。所以我经常去买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很同情他们一家人。后来我去买的多了，我就会发现他们一家人很快乐呀。你开我的玩笑，他妈会把那个面粉扫到他爸脸上去说，叫你还瞎说呀。他女儿笑的呀。我突然间觉得那一刻，他们一点都不可怜，是我挺可怜的。我的生活条件比他们好很多，但是我也没他们那么快乐，是吗，朋友们？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标准让我们去同情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你的同情可能会给别人带来负担。我说的是吗，朋友们？不要去轻易的评价别人的快乐和幸福，不要轻易的去同情或不同情任何一个人，就过好你的生活就好了。所以咱们古人有一句话特别好，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你能帮助了很多人，就去帮助；如果不能，请闭嘴，过好自己的生活，不给社会和国家添乱，是不是？你看这还评价这个评价那个，这写的恶不恶心？人家没孩子，你怎么知道不幸福？1、2、3，不幸的父母很少被引导去思考，他们是不是不应该有孩子？但是不幸福的没有孩子的人，却经常受到这个信息打扰。这个信息就是，孩子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最重要的东西。显而易见，他们的不幸是生活中没有孩子的直接结果。你看吗？有一个洞，有个婴儿大的洞，生活中那不就是没有孩子吗？对不对？他们生活中没有孩子这结果，你不快乐，因为你没孩子呀。有孩子就快乐啦，是不是？好，第6题说完了。这句话相当有水平，很有难度的一句话，这是我们英语1的阅读理解里面的一句话。下面这句话就不是人做的一句话了，这是英语2，这是一句话吗？老师，你确定是？你要不怎么会出这么长？这应该是英语2从考研以来最长的一个句子，也是英1和英2最近5年到8年以来最长的一个句子。看看吧，先找主句的谓语动词吧。看着烦人，刘老师。Many Americans regard 已经出现了主句的谓语动词，把什么看作是？那主语就是 many Americans 呗，谓语就是 regard 呗，宾语就是 the jewelry system 呗。他怎么做了一个 as？regard something as something， 宾补呀，所以 as 这是个补语。好嘞，来1、2、3，各位小朋友，这句话从总体上来看是一个主谓宾补。不要再让我提醒你为什么是补语了，因为你加个 be 动词以后读起来很舒服。The jewelry system is as a concrete expression， 读起来很舒服，所以它是个宾补。好，这个句子是一个主谓宾补，没问题。
这怎么这为什么那么长？读吗 ？Including the principles that， 哦，这是在主谓宾宾补后边多了一坨东西 ，including。你很快就会知道它是个状语。对，只要一个完整的句子前面有个逗号有一坨，一定是状语；只要一个完整的句子后面有一坨，一定也是状语。听不懂没关系，先慢慢的去接受它。就像我说，刘小媛是个美女，你先慢慢的接受它啊。Including the principles， 包括了这些准则 ，principles 准则 ，that 同外语从句出现了，为什么？因为 principle 是一个名词，后面有个从句，暂定为是同外语从句。哇塞，这个同位从句那么长，试试吧。That all citizens who meet minimum qualifications of age and literary are equally competent to serve on juries. That jurors should be selected randomly from a representative cross-section of the community. That no citizen should be denied the right to serve on jury on account of race, religion, sex, or national origin. That 听懂了啊 defendants are entitled to trial by their peers, and that verdicts 判决，刘老师刚刚对，再次做判决 should represent the conscience of the community and not just that of the law. 没了。咱们看 that and that， 这是1、2、3、4、5，这是5个并列的同外语从句，共同在解释 principles。好，1、2、3，再重来。这句话从总体上来看是一个主谓宾宾补的形式，句末跟了一个状语，状语里边跟了5个并列的同外语从句。好了，那就不就简单了吗？第一个同外语从句，第二个同外语从句，对，咱们开始分析第1、第2、第3个、第4、第5个同外语从句的结构。哦，那慢慢来，刘老师，不急不急。All citizens， 这肯定是个定语啊，刘老师 ，who 定语从句啊，定语从句 who meet minimum qualification of age and literacy， 这是个定语 ，who literacy 这个定语在修饰 all citizens， 所有的什么样的公民 are equally competent to serve on juries。如果没有定语多简单呀，那就是 all citizens are equally competent to serve on juries。所以第一个同外语长，同外语从句长是因为这个定语很长。好，请读第二句话是 jurors should be selected randomly from a representative cross-section of the community。第二个很简单，主谓结构。第三句话 no citizens should be denied the right to serve on jury。我猜你可能不认识 uncountable， 所以你不知道它是什么语，没关系，我们不影响翻译，好不好？最后一句话是最后两句 defendants are entitled to 是谓语，主语是 defendants， 宾语是 trial by their peers。最后一句话的谓语是 verdicts should represent， 谓语出来啦，主谓宾结构，从 of 开始到这个地方全都是定语，应该代表了良知 conscience， 谁的良知呢 ？of 含巴得 and not 嘿的良知，是吗，同学们？好，咱们一起来翻译这句话吧，同学们。1、2、3，我把这些话都去掉了，同学们。好，先不去掉，来吧。很多美国人把 jury system 叫陪审团体系 ，jury 陪审团。这个单词我在词汇班讲过，翻译成救阿姨。你看 jury。救阿姨，你阿姨被冤枉入狱了，谁把阿姨给救出来的？法庭上的陪审团呀 ，jury 陪审团。很多美国人把陪审团体系认为是一个 concrete， 词汇班我没讲过，具体的表达表现，把陪审团制度认为是个具体的表现，谁的具体表现呢？重要的 crucial 民主价值的表现，就是美国的民主价值是通过陪审团体系来体现出来的，是这个意思吧？好，连到一块儿，主句很简单，走起。很多美国人把陪审团制度看作是重要的民主价值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好，你跟着我翻译了吗？一会儿咱们再翻译都不翻译主句了，直接只看这个第一个同外语一个同位语的翻译哈。再重来，很多美国人把陪审团体系看作是重要的民主价值的具体体现，包括了一些规则。好，5个规则。首先，所有的公民，什么公民呢？定语，满足符合 meet， 满足了最低资质 qualification 刚刚见过，满足了最低资质，最低什么资质？年龄和 literacy 这个单词咱们见过吧？在哪见的？在大众媒体和那个识字能力之前，教堂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那个社交媒体，提醒你的肉会被成为蛆虫的肉哦。literacy 识字能力。好，1、2、3，所有满足了最低要求的最低的年龄和识字能力要求的公民，都平等的 competent 有能力的，都平等的有能力的可以在陪审团服务，就是都可以参与到陪审团里边来。好，1、2、3，再重来，同学们，所有满足了最基本的年龄和识字能力条件的居民，都能平等的参与到陪审团里边来。好，来第2是 jurors 陪审员 ，jury 陪审团 ，jurors 陪审团啊，陪审员，陪审员应该被选择，随机的被选择 randomly， 陪审员应该随意被选择，从哪选择？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 cross 交叉，具有代表性的交叉的 section 部门 of community 社区，从一个社区具有代表性的交叉的部门任意选举。啊，那就是陪审员不应该受限制，应该从社区的各个部门随便可以选举，是这个意思吧，刘老师？是。1、2、3，读。陪审员应该可以从，快点，社区里边具有代表性的部门中任意选择。第3个是 that no citizen should be denied， 没有公民应该被拒绝权利。没有公民应该被拒绝权利，什么的权利呢 ？To serve on jury， 没有公民应该被拒绝在陪审团服务的权利。就是你不能让刘小瑶说他不能在陪审团服务，只要满足基本条件，我都可以进陪审团。没有，在哪个团们？你看我看头晕，没有公民应该被否认在陪审团服务的权利。On account of 就完全等于 because of。因为他的种族 ，on account 就等于 because of， 因为他的种族，因为他的 religion， 宗教、性别或者是国籍，国家的 origin， 国家的来源不就国籍吗？来1、2、3就是没有公民因为他的种族、宗教、性别或国家的或国籍而否认在陪审团服务的权利。无论黑人、白人、黄人，无论他的宗教是什么，无论性别是什么，无论都不能否认，比如说黑人不能在陪审团服务，不能这么要求别人啊，并且被告 be entitled to 是个固定搭配，有权利有资格做某事。词汇班讲过，被告也讲过呀，defendant没讲过吗？同学们，是不是嘛？你听完词汇再听这个班，你会舒服的简直爆棚，同学们都没有单词你不认识的。被告有权利。trial 认识吗？审判这个单词它的原型是 try， 尝试试图。对，你可以翻译成实验这个单词，尝试试图的实验呀。还可以翻成审判，审判不就在试图判一个人罪吗？ trial 审判实验都可以，并且被告人有权利接受审判，接受谁的审判？来自于他们同龄人的审判。批页刚才已经讲过了，同龄人，被告有权利接受他们同龄人的审判，并且判决 verdict 应该代表了良知 conscience 良知，判决应该代表谁的良知？社会的良知 community 不要翻成社区，判决怎么能代表社区的良知呢？判决应该代表整个社会的良知，而不只是法律上的文字，而不是法律上的那些 letter 那些文字。判决要代表整个社会的良知，而不是法律上的文字，就是法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
这样看下去，美国的陪审团例注是不是堪称完美？好，这是我们的考过的一道原题，这是英语2的一篇阅读理解的文章。1、2、3，开始了啊！好，让你再冷静一下，好不好？你摁个暂停，你先自己走一遍，然后你再按掉开始，咱们俩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走了啊！很多美国人把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认为是他们重要的民主价值的具体体现，包括了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包括了，对，这包括了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包括了，快点，所有符合了年龄和识字能力最基本要求的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在陪审团服务。陪审员应该从社区的具有代表性的各个部门随意选择，并且无论他们的种族、宗教、年龄性别或者是国籍，都不应该被否认在陪审团服务的权利，并且被告有权接受来自于他们同辈的审判，并且判决应该代表的是社会的良知，而不是法律上的文字。好，翻译完了，没问题了吗？没问题。好，同外语从句讲完了，咱们已经讲完了所有的名词性从句，好好复习一下这些句子，不再读个7、8遍、10来遍吗？同学们：1. 名词能做什么成分？2. 什么是名词性从句？3. 名词性从句的引导词。4. 名词性从句的考点分析。1. 写作，2. 长短句分析，全部讲结束，讲的堪称完美的结束。其实你不认识也很正常，因为很多单词你可能背得不够好，好不好？来布置一下咱们本章的作业，复习该章节内容，把咱们的书从头到尾这一章全部读完。因为有些例句我没有举，因为太多了，没必要这种像流水账一样的讲，所以你要把它读完哟。哦，说错了，不是读完，是认认真真全部读完。理解的基础之上，熟读所有句子，上课举的写作的句子，上课举的所有的例子全部都会读，熟练的读哟。最后把课后作业写完。如果课后作业很有难度，你可以先不写英一汉，你先把汉一英部分给写了。汉一英还是比较简单的，英一汉里边会牵涉到很多的状语啊，这个定语啊，太多东西，你可以先不做，好不好？咱们等把课都讲完再做那个长短句分析也行。好，作业布置完毕。第3章名词性从句结束，下节课定语和定语从句见。